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龚先生今天追到老婆了吗》故事解说。故事的开端要从2个月前说起。阮诺诺在偶然的机会下出手救下了龚晨毅的奶奶。龚奶奶感念阮诺诺的救命之恩，也一眼看中了这个善良懂事的小姑娘，当即主动向阮诺诺提议，让她嫁给自己的孙子龚晨毅，并且承诺会给出10万块的彩礼。彼时，阮诺诺的小侄女朵朵身患重病，急需一笔钱缴纳医药费，家里根本凑不出足够的费用。为了救下小侄女，阮诺诺没有多余的选择，果断答应了龚奶奶的求婚提议。在答应婚事的第2天，阮诺诺便和龚晨毅一同前往民政局，正式领取了结婚证，两人就此成为了法定夫妻。刚领证的龚晨毅气质出众，气度不凡，但整个人的性格十分冷漠，对待这段突如其来的婚姻没有丝毫温情。他直白地点破了两人结婚的核心缘由，直言阮诺诺是为了10万块的彩礼，而自己只是为了顺从奶奶的心意，让奶奶开心。龚晨毅主动提出，两人的这段婚姻不需要向外界公开，保持隐婚的状态即可。阮诺诺的想法和他不谋而合，他也并不想张扬这段仓促得来的婚姻。两人很快达成一致，平日里各自生活，互不打扰，互不干涉彼此的生活，也不需要履行正常夫妻的各项义务。紧接着，龚晨毅拿出了一份已经提前签好字的离婚协议，摆在了阮诺诺面前。他告诉阮诺诺，若是奶奶的身体出现任何不测，阮诺诺可以直接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离婚，不需要和他商议任何事宜。阮诺诺看完协议后，坦然答应了他的所有要求。随后，龚晨毅告知阮诺诺，自己稍后会把婚房的密码发送给他。他表示，即便两人是隐婚状态，该给到阮诺诺的东西，他1分都不会少。还主动询问阮诺诺是否愿意搬去婚房独自居住。阮诺诺点头应允。阮诺诺搬入婚房后，龚晨毅曾前来查看，开口询问他住的是否习惯。阮诺诺如实回答，一切都很习惯。紧接着，阮诺诺主动提醒龚晨毅，两人的婚前协议里并没有规定双方需要履行夫妻义务。龚晨毅闻言，说出了自己的考量。他表示，奶奶已经察觉到两人并没有同居，而奶奶年事已高，最大的心愿就是抱上孙子。为了满足奶奶的心愿，他必须做出配合，所以要求当晚和阮诺诺同房。阮诺诺听完之后，沉默着答应了他的要求。龚晨毅随即让阮诺诺去洗漱，阮诺诺却表示不用，直接开始就可以，还坦言两人不需要多余的前戏，让龚晨毅直接脱衣服。龚晨毅也告知阮诺诺，自己第一次会尽量轻柔一些。就在两人即将发生亲密关系的关键时刻，阮诺诺的手机突然响起，是主治王医生打来的电话。阮诺诺瞬间紧张起来，连忙接起电话，询问是不是小侄女朵朵的身体出现了不适。电话那头的王医生告知阮诺诺，此前阮诺诺和姐姐对朵朵的主治医生并不满意，如今他已经为朵朵安排了心脏领域最权威的教授接诊，但聘请权威教授的治疗费用会更高，目前手术费还差5万块左右。王医生特意叮嘱阮诺诺，这笔费用必须在第2天一早缴纳到医院，一旦错过时间，就很难再预约到这位权威教授，会耽误朵朵的最佳治疗时机。阮诺诺听完后立刻应下，表示自己清楚了情况。挂断电话后，阮诺诺心中万分焦急，在他心里，凑齐朵朵的手术费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。他暗自决定，先专心解决侄女的医药费问题，后续再找机会和龚晨毅解释今晚的突发状况。另一边，有人向龚晨毅提及，沈毅为他介绍了众多优质女生都被他拒绝，这次的女生他定然会中意。但龚晨毅的奶奶却不以为然，觉得阮诺诺外表乖巧，实则是贪图钱财的拜金女。为了顺利推进朵朵的治疗事宜，龚晨毅主动联系了恩英医院的李医生，全力对接朵朵的治疗流程，让朵朵终于有机会接受专业的治疗。但朵朵的治病事宜却引发了阮诺诺家中的矛盾。朵朵的父亲张宏明十分抵触继续为女儿治病，他直言朵朵治病已经花费了不少钱财，继续投入资金只会打水漂，根本没有意义。阮诺诺得知张宏明的想法后，满心愤怒，当场指责张宏明狠心。朵朵是他的亲生女儿，他却不愿出钱救治。张宏明丝毫没有愧疚之心，反而劝说阮诺诺的姐姐，让她不要执着于救治朵朵，把心思放在备孕生子上，直言她能否在婆家立足，全看能不能生出儿子。这番重男轻女的荒唐言论，彻底激怒了阮诺诺。阮诺诺当场嘲讽张宏明，质问他家里是否有皇位需要依靠生儿子来继承。张宏明看到阮诺诺出现，立刻调转话头，对着阮诺诺发难。他提起当年阮诺诺的姐姐为了凑几万块彩礼嫁人，供阮诺诺读完大学的往事，逼迫阮诺诺想办法补齐朵朵还差的5万手术费。阮诺诺坚定地向张宏明承诺，自己就算砸锅卖铁，也一定会凑齐朵朵的手术费。他还当众斥责张宏明狼心狗肺，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愿救治。张宏明却依旧出言不逊，
暗示阮诺诺根本不用砸锅卖铁，有别的办法可以快速凑钱。阮诺诺被张宏明的恶语激怒，厉声质问他能不能说句人话。张宏明却放下狠话，直言这件事迟早会有结果，让阮诺诺等着瞧。一旁的阮诺诺姐姐连忙安抚暴怒的妹妹，让她不要和张宏明置气，就当是听到了狗叫，拉着妹妹转身离开，先专心想办法凑齐朵朵的手术费。姐姐看着再次凑到医药费的阮诺诺，满心疑惑。她记得上一次朵朵的10万治疗费也是阮诺诺凑来的，忍不住追问这笔钱的来源，好奇阮诺诺到底是向谁借的款项。阮诺诺为了不让姐姐忧心，刻意隐瞒闪婚拿彩礼的真相，谎称直播带货赚到了这笔钱。姐姐满心疑虑，觉得她入行时间太短，不可能快速攒下巨款，再三追问钱款来路。为了让姐姐彻底放心，阮诺诺又编造了新的说法，告诉姐姐自己马上就要和大型公司签约，成为正规签约主播。这笔钱是公司预支给自己的工资。姐姐听闻后，终于放下心来，叮嘱阮诺诺遇到好心的老板十分难得，一定要踏实努力工作，不辜负老板的信任。阮诺诺心中暗自思索，自己并不算彻底欺骗姐姐，因为她确实即将签约直播公司，只是刻意隐瞒了结婚拿彩礼的关键信息。随后，阮诺诺来到公司，和主管完成了合同签订手续。主管将一份引流稿件交给阮诺诺，要求她熟读稿件内容。直播时按照稿件里的故事和观众互动，以此为直播间引流涨粉。与此同时，龚晨毅接到了一通电话，电话里的人向他确认场地，询问是否是城方酒店1605房间。龚晨毅予以确认，并告知对方自己稍后就到。夜幕逐渐降临，约定的时间早已过去，对方迟迟没有现身，龚晨毅等候许久都没见到人影。阮诺诺主动拨通了龚晨毅的电话，询问他何时过来。龚晨毅却告知阮诺诺，自己今晚不会赴约，原本约定的同房事宜也直接取消。他向阮诺诺提出，两人无需再进行自然同房，后续直接做试管移植手术即可。龚晨毅解释，试管受孕虽非自然受孕，却是两人的孩子，过程虽更辛苦，却能彻底规避两人的亲密接触。阮诺诺瞬间明白，龚晨毅极度抗拒和自己产生肢体纠葛。他虽有些失落，但也觉得这样能避免相处尴尬，便坦然应允。阮诺诺心中难免失落，但转念一想，这样也能避免两人相处的尴尬，便坦然接受了这个安排。龚晨毅告知阮诺诺，医院方面已经全部安排妥当，让他第二天前往医院做身体检查，届时会有专属医生全程对接接待他。阮诺诺随即向龚晨毅报备财务情况，说明自己从他给的卡里取用了5万块用于朵朵的手术费，卡里还剩余5万块，让龚晨毅有空过来取回余款。龚晨毅却告诉阮诺诺，剩余的5万块留给他作为后续各项身体检查的费用，后续他还会持续往卡里转账，所有花销阮诺诺自行取用即可，无需向他报备。另一边，有人在医院看到前来做妇科检查的阮诺诺，当即出言诋毁，恶意揣测阮诺诺品行不端，甚至觉得他精神状态不正常。白眉凤看到阮诺诺后，立刻当众呵斥身边的人，不让对方在大庭广众之下和阮诺诺打招呼，直言若是被外人知道阮诺诺是自己的侄女，会让自己颜面尽失。阮诺诺听闻白眉凤的话，当场反驳，明确表示自己只是她的侄女，并非她的女儿，并不会让她丢脸。白眉凤瞬间恼羞成怒，指责阮诺诺忘恩负义，声称自己养育了阮诺诺10年，阮诺诺如今竟敢直呼她的名字，完全没有把她这个长辈放在眼里。阮诺诺毫不退让，反问白眉凤诋毁自己时，从未将自己视作侄女。白眉凤理亏词穷，当众哭诉自己养育阮诺诺10年，却养出了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博取路人同情。阮诺诺不再隐忍，当场揭穿白眉凤的虚伪面目。他直言自己和姐姐并非是被白眉凤收养，父母离世后留下的几十万赔偿金，全都落入了白眉凤手中。不仅如此，姐妹俩居住的房子本是父母遗留的财产，如今却被白眉凤一家占据，他们反倒被无情赶出家门。真正鸠占鹊巢的是白眉凤一家人。周围围观的路人听完，全部恍然大悟，纷纷指责白眉凤厚颜无耻，抢占孩子的遗产还倒打一耙。白眉凤被众人指责，恼羞成怒的呵斥围观路人，让众人不许多管闲事，立刻散开。风波未平，之前和阮诺诺有过感情纠葛的林州带着女友星星来到现场。林州的女友星星当众嘲讽阮诺诺，直言阮诺诺未婚前来做妇科检查就是私生活不检点。与此同时，龚晨毅的手机再次收到确认消息，依旧是确认城方酒店1605房间的预约信息。星星借着酒店的预约信息，笃定阮诺诺是偷偷开房和别的男人约会，肆意造谣抹黑阮诺诺的名声。阮诺诺立刻反驳，直言对方纯属胡说八道。星星见状，
又嘲讽阮诺诺是嫉妒自己被林州选择，还贬低林州是吃软饭的下头男，声称这种男人是自己丢掉的垃圾，阮诺诺喜欢可以直接拿走。林州听到这番话十分气愤，当场质问阮诺诺骂谁是垃圾。阮诺诺淡然回怼，谁主动接话就是在说谁。林州依旧不死心，嘲讽阮诺诺至今还在为当初被自己分手的事情耿耿于怀，还肆意诋毁阮诺诺，认为阮诺诺带着侄女朵朵这个拖油瓶，没有任何男人愿意和她长久相处。林州还提起过往，声称当初阮诺诺为了省钱给朵朵治病，从来不肯和自己下馆子吃饭，笃定阮诺诺是想让自己承担所有开销，不想花钱维系感情。阮诺诺冷冷回应，两人只是恋爱关系，并非夫妻，自己没有义务为对方无条件付出。林州则表示，自己的钱财只会留给未来的妻子，不会浪费在恋爱对象身上。此时，宫城义的下属向他汇报老夫人的身体状况，告知宫城义奶奶今日状态平稳。随后，下属看到被众人围堵刁难的阮诺诺，主动询问宫城义是否需要出手帮忙解围。旁边的人连忙劝阻下属，觉得没必要为普通家境的阮诺诺费心，还恶意散播谣言，称阮诺诺18岁就刻意攀附长辈，最后却被抛弃。宫城义听闻这些恶意流言，最终选择袖手旁观，没有出手解围。围观的路人也跟着跟风诋毁阮诺诺，嘲讽他自幼失去父母，缺乏教养。星星愈发嚣张，当众叫嚣阮诺诺竟然敢动手打自己。星星的母亲也立刻上前护着女儿，愤怒质问阮诺诺是不是疯了，竟敢动手伤人。阮诺诺冷静地直面众人的指责，反问星星母女，对方舅舅无故出现在自己房间，其中的缘由他们心里心知肚明。他严肃警告，若是众人继续肆意造谣，抹黑自己，他会直接通过法律途径维权，和对方法庭相见。星星气急败坏，放下狠话，今日这一巴掌自己迟早会亲手讨回来，还扬言会有人帮自己报复阮诺诺。这场闹剧结束后，阮诺诺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完成了所有体检项目。医护人员告知阮诺诺，他做的是专属特约检查，不用像普通体检一样等待次日出结果，大概1个小时就能拿到全部检查报告。阮诺诺十分意外，没想到检查结果出来的速度如此之快。等待结束后，阮诺诺前往医生办公室领取报告。李医生告知他，所有的体检报告结果已经同步发送给了宫城义。阮诺诺得知后，平静地应下了消息。医院里其他等候的病人得知阮诺诺是为试管备孕做体检，纷纷感慨她的进度飞快，从闪婚到备孕生子，节奏快得让人猝不及防。还有人私下议论，猜测宫城义是不是身体存在问题，才会选择直接做试管，避免自然同房。阮诺诺听闻众人议论，心中暗自吐槽，宫城义并非身体有问题，只是极度自负，生怕普通出身的自己贪图他的钱财，才刻意避开亲密相处，始终以恶意揣测身边的人。画面切换到宫氏集团的公开活动现场，宫氏集团负责人公开致谢大众对品牌的支持，表示集团会持续深耕行业，用心发展。现场不少围观的女生看着颜值出众、气质儒雅的中年成功男士心生好感，纷纷议论这类豪门大叔极具魅力。有人提起阮诺诺隐婚的老公也姓龚，众人好奇猜测是否是首富之子，很快又自我否定，认为豪门联姻讲究利益捆绑，普通女孩根本难以嫁入顶级豪门，童话般的婚姻在现实中并不存在。另一边，宫城义主动致电阮诺诺，询问她是否在家。阮诺诺立刻回应自己在家。宫城义告知阮诺诺，自己稍后会带着奶奶前去探望，让她提前做好准备。阮诺诺贴心询问奶奶的饮食喜好，想要提前准备晚饭招待老人。宫城义直接拒绝了阮诺诺的准备。打电话的核心目的是叮嘱阮诺诺在奶奶面前好好表现，维持良好的品行和形象，不要露出破绽。阮诺诺闻言，大胆反问宫城义，他的首富身份是否还没有告诉奶奶？宫城义淡然解释，首富是自己的父亲，并非自己，无需刻意宣扬，还叮嘱阮诺诺不要油腔滑调。一旁的宫奶奶当即数落宫城义，直言他过度多疑谨慎，区10万彩礼就娶到了品行样貌俱佳的媳妇，却还处处防备，纯属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孟玉春阅人无数，笃定阮诺诺善良靠谱，真心认定了这个孙媳妇。他直言宫城义聪明一时糊涂一时，还主动安抚阮诺诺，只要自己在世，就绝不会让宫城义欺负他，会一直为他撑腰。宫城义无奈吐槽，自己堂堂宫家少爷，如今还要受奶奶约束，属实委屈。孟玉春毫不留情地吐槽他自作自受，迟早会因为自己的冷淡傲娇，落得追妻火葬场的下场。宫城义却十分笃定，直言这辈子绝不会有任何女人能让自己主动追求。很快，宫城义带着奶奶来到阮诺诺居住的小区，阮诺诺热情迎接两人，他嘴甜贴心，夸赞奶奶气色红润，
状态极佳，看起来格外年轻。年轻时定然是貌美如花的大美人，哄得奶奶满心欢喜。阮诺诺主动上前想要帮奶奶换鞋，奶奶连忙推辞，不忍心让她操劳。阮诺诺却坚持表示自己是奶奶的孙媳妇，伺候奶奶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奶奶见状十分欣慰，直言就连宫城义的母亲都从未给自己换过鞋，一眼就能看出阮诺诺孝顺懂事，心地善良。一旁的宫城义看着这一幕，暗自吐槽阮诺诺讨巧卖乖，讨好不了自己，就转而讨好奶奶。落座之后，奶奶主动开口询问阮诺诺，她和宫城义是否已经正常同房备孕。阮诺诺顺着奶奶的心意回应，自己一直听从奶奶的叮嘱，好好备孕，希望能早日满足奶奶抱曾孙的心愿。奶奶听闻后满心欢喜，告诉阮诺诺，此前自己因为宫城义冷落她，特意数落教训过宫城义，以后宫城义再也不敢随意欺负她，让阮诺诺安心靠着宫家好好生活。就在这时，阮诺诺的手机响起，她起身告知奶奶自己需要接个电话。奶奶十分随和，让她放心接电话，正好自己可以和阮诺诺单独聊聊天。宫城义见状，主动解释送自己过来的司机已经等候在外，自己需要稍作照应。待宫城义离开后，奶奶拉着阮诺诺的手暖心交谈，直言宫城义虽然性格冷漠，脾气不好，但为人踏实上进，稳重靠谱，是个值得托付的人。能娶到阮诺诺这样温柔善良的姑娘，是宫城义的福气。随后，奶奶拿出一只祖传的玉镯，告知阮诺诺，这只镯子原本传给宫城义的母亲，如今轮到她接手，要正式传给阮诺诺。阮诺诺连忙推辞，觉得镯子太过贵重，自己承受不起。奶奶态度坚决，强行将镯子戴在阮诺诺手上，直言尺寸刚刚好，认定她就是宫家板上钉钉的媳妇，让她安心佩戴。阮诺诺心中忐忑，想要取下镯子归还。一旁的宫城义悄悄示意她先戴好，不要让奶奶心生怀疑。短暂相处过后，奶奶准备起身离开，阮诺诺主动提出相送，奶奶贴心拒绝，让她在家好好休息，有宫城义送自己即可，还叮嘱阮诺诺改天再去家里探望自己。送走奶奶后，独自在家的阮诺诺有些饥饿，打算点一份外卖充饥。想着洗完澡刚好就能收到外卖，她洗完澡后身上只裹着浴巾，很快就听到了门外的敲门声。阮诺诺下意识以为是外卖员，没有丝毫防备，直接打开了房门。开门之后，她才猛然发现站在门外的根本不是外卖员，而是突然折返回来的宫城义。阮诺诺瞬间手足无措，十分慌乱。宫城义看到她身着浴巾，毫无防备的模样，瞬间脸色沉了下来，严肃地质问阮诺诺为何穿着如此随意就给陌生人开门。阮诺诺连忙解释，自己以为是预约的外卖送达，才没有多加防备。宫城义继续追问阮诺诺是否确定外卖员是女性。阮诺诺十分肯定，自己刚刚接过外卖员的电话，能够分清男女声音。宫城义却依旧严肃训斥，直言无论对方性别如何，独居女性都不能毫无防备的开门。他严肃告诫阮诺诺，独居开门不确认身份，毫无防备，极易遭遇危险，狠狠斥责他安全意识薄弱，行事鲁莽。阮诺诺满心愧疚，低头诚恳道歉。宫城义没有多加责备，只是冷冷叮嘱他日后开门务必确认身份，换好衣物，杜绝安全隐患。随后，宫城义告知阮诺诺，自己今晚将会留在这里居住。阮诺诺听闻后，心中泛起别样的情绪，暗自吐槽，若不是宫城义突然回来打断，自己原本平静的夜晚会十分惬意。同时也因为自己的模样被宫城义尽数看到，倍感羞涩尴尬。宫城义让阮诺诺先去洗漱，等他洗漱完毕后，自己有事情要和他商谈。阮诺诺转身准备洗漱时，突然想起自己刚洗完的贴身衣物还放在置物架上，瞬间无比窘迫，连忙平复心绪，驱散心中杂乱的念头。次日清晨，阮诺诺早早起床，做好了2份早餐。用餐时，宫城义将他的体检报告递了过来。阮诺诺立刻紧张地询问自己的身体是否存在问题。宫城义告知阮诺诺，整体检查结果没有大问题，但他的宫壁偏薄，需要调理2到3个月后再次复查。同时个人体质也偏弱，大概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好好休养调理。阮诺诺得知需要长期调理，十分意外，觉得自己的身体状态无需花费这么久的时间休养。宫城义为了稳妥起见，坚持让他遵从医嘱，还把附带营养餐食谱的报告交给他，要求他后续的1日3餐都严格按照食谱执行调理。宫城义还贴心提出，若是阮诺诺厨艺不佳，自己可以为他聘请住家阿姨，专门负责他的日常饮食和身体调理。阮诺诺立刻反驳，直言自己厨艺很好，还主动邀请宫城义品尝自己做的鸡蛋饼，证明自己的厨艺。随后，宫城义询问了阮诺诺的工作情况，得知他在一星直播公司做带货主播后，
直接提出让他辞职安心休养身体，后续几个月的薪资自己会全额承担支付，让他无需为生计担忧。说完这些话，宫城义便准备动身离开。阮诺诺连忙叫住准备离开的宫城义，想要将奶奶赠予的玉镯和剩余的银行卡一并归还。他始终觉得玉镯太过贵重，自己只是协议夫妻，没有资格佩戴宫家祖传的镯子。阮诺诺还主动提出，后续试管备孕、身体调理的所有花费，两人可以罗列清单，平摊费用，不能让宫城义一人承担所有开支。宫城义却拒绝了他的归还，直言孩子有自己一半的血缘，相关费用本就该由自己承担。阮诺诺依旧坚持归还玉镯，反复强调自己只是协议婚姻，随时可能离婚，算不上真正的宫家媳妇，不配拥有这份祖传信物。宫城义见状，语气带着些许不悦，质问阮诺诺在他眼里，两人的婚姻是否就只是一张可以随时作废的协议？阮诺诺坦然回应，这段婚姻的定位本就是当初领证时宫城义亲自定下的规则。宫城义沉默片刻，向阮诺诺承诺，只要奶奶健在，自己绝不会主动结束这段婚姻。同时他也明确告知阮诺诺，在试管移植手术完成之前，除了配合应付奶奶，自己不会再前来此处和她碰面。宫城义离开后满心郁闷，无数人费尽心思靠近自己，唯独阮诺诺处处划清界限，刻意疏远。即便两人有过独处相处，阮诺诺依旧态度冷淡，极力推开自己，让他心生不悦。他暗自揣测，阮诺诺看似淡泊名利，推辞贵重礼物，实则是以退为进，想要索取更多好处。外界传言她是拜金女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。心绪烦闷的宫城义当即吩咐下属彻底清查，撤除网络上所有和自己相关的隐私信息。下属连忙回应，他的个人资料从未对外公开，全程处于保密状态，即刻再次核对确认。宫城义的好友看出他心情不佳，纷纷调侃他是否为情所困，遭遇失恋。还有人打趣他常年不近女色，迟早会被家里长辈带去检查身体。宫城义无奈反驳，自己只是洁身自好，并非身体有问题。一旁好友连忙澄清，自己和艺人苏玲玲的绯闻只是误会，二人只是同学和合作关系，全程清清白白，并无任何越界交集。众人互相调侃之际，有人追问宫城义前一晚的动向，宫城义并未回应，反倒提起小区的安全隐患，感慨高档公寓也会有陌生人蓄意闯入，住户的人身安全难以保障。